大家好，我是洛克。上期影片分享了如何正确的跟房仲下斡旋，因为成功的下对斡旋金额，对于之后的见面谈会有很大的优势，因为至少不会买贵了嘛。但是下对金额只是成交步骤中最初的一步，之后还有见面谈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也是会有很多买方失手，不小心加价太多，所以本期影片就来分享一下见面谈如何正确的加价。像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分享他之前在下斡旋之后的状况。他说某一天晚上房仲打电话给他，说明了他去跟屋主拜访了很多次，也沟通了很久，那屋主这边的态度很硬，不愿意降价，所以询问他可不可以再加价一点，展现出一点诚意，好让他再去跟屋主议价邀约。那我这位朋友也是好人做到底，就在电话中一口气加了10万块，房仲就很开心的跟我朋友说，会帮他努力邀约屋主出来见面谈一下。到了隔天，房仲又打电话给我朋友，说他成功的邀约屋主出来见面谈了。不过因为屋主是北部人，所以可能假日会比较有时间，就问我朋友什么时间方便来房仲店里见面谈。那我朋友就跟房仲约了4天后的礼拜晚上6点7点。到了礼拜六当天，因为我朋友是个很守时的人，所以6点半就跟他老婆2个人到房仲店现场了。房仲就请他们夫妻俩到店里的会谈室就坐，之后就有2位房仲一起进来会谈室。一开始就先寒暄问暖一下，不过很快的就切入正题了，就问我朋友说，那对于房子的预算最高可以到多少啊？他就跟老婆四目相接了一下，拒绝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，房仲又再接着说，屋主的态度真的很硬，也很舍不得这间房子，所以希望可以找到跟他一样会爱惜这房子的主人，才忍痛割爱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反正到7点之前这半小时，房仲就是软硬兼施，所以我朋友在这半小时内又加了10万块。到了7点的时候，房仲跟我朋友说屋主到了，不过是被请到另一间会谈室，请我朋友在会谈室里等待，等了大约快1小时，有一位房仲就走进来说，屋主的态度有比较软一点了，不过希望买方这边可以再多一点诚意，于是我朋友又加了5万块。然后这位房仲就这样前前后后进来了3次，所以我朋友总共加了15万。最后屋主跟我朋友终于面对面谈了，不过时间也已经来到晚上10点了。我朋友说当下其实已经精神涣散，只想赶快签约走人而已。所以见面谈的时候，我朋友又加了5万，最后屋主当然是开开心心的签约啦。以上是我朋友买房见面谈的经验分享，从下斡旋后到最后签约，一共加了40万上去，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买房的时候，见面谈时所亲身经历过的状况，其中有很多不必要的加价是可以省下来的。如果各位朋友想知道怎么省下这笔钱，那请你将影片继续看下去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，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。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，帮自己点个赞。帮这部影片点个赞，那你看到最后，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，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，而不是想成功的人，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，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。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，跟我的想法做连结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那就开始今天满满的干货吧。在上述的例子中，假设主角换成了我，故事的发展一样，在下完斡旋后，某天晚上房仲打电话给我，开头就先说明他做了哪些辛苦度，希望我能再展现出一点诚意，让他比较好去跟屋主议价邀约。在这里我就会在电话中回复房仲说，我还有一点加价空间，所以要加价当然是没问题，但是剩下的加价空间，我只会在双方见面谈的时候加，如果屋主那边有砍你服务费的话，不用怕，我会再补给你的，请你再去跟屋主努力邀约一下。上述的回应算是给房仲一个台阶下，因为事实上房仲收完斡旋后，可能连屋主那边都没有通知，就会先找你议价看看，还能不能拉高一下价钱。如果真的没办法把价钱拉上去了，才会通知屋主有收斡旋这件事。再来故事就是房仲成功邀约了屋主见面谈，时间是4天后的礼拜晚上6点7点。
那这边我就会在约房仲见面谈的前一天再复看物件一次，跟他细聊一下明天见面谈的状况，希望房仲明天见面谈的时候是站在我这边，火力全开跟屋主议价之类的，然后也会跟房仲说，明天我会故意迟到半小时，请他跟开发的仲介先去找屋主议价拉低价格，那这样子状况就会颠倒过来，变成屋主前半小时被房仲软硬兼施，这就是人家常说的嘛，要赢在起跑点，不过说难听点就是作弊。我全都要。然后到了房仲店的时候，我就会请全间店的人，包括屋主喝饮料，算是套点关系，因为吃人嘴软嘛。如果花点小钱可以让房仲多站在你这边，那这钱可以花得很值得。不过房仲还是会做点辛苦度啦，这边的话还是需要做点加价的动作。但是各位朋友要记住，加价时不能超过3次，而且要越加越少，千万不能像我朋友一样5万5万的加。因为这样会让房仲觉得你还有很多预算可以加的感觉，所以说假设我加价的预算只有10万的话，那我第一次就会加4万，再来就是加3万，最后就是加2万，这样子房仲就知道你加价的预算已经到底了。不过通常加价第2次的时候，我都会跟房仲说要出去外面抽根烟，那走出去外面抽烟的时候，就需要观察一下房仲店里有没有穿着西装的人，如果有，那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刚刚被扣过来的代书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这表示要准备成交签约了，所以连最后第3次的加价，跟最后见面谈的加价，基本上都可以省下来了。所以说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常常会到外面抽根烟，随时注意代书有没有到店里面来，如果都没看到，那就只能把最后的1万留在跟屋主见面谈的时候，做最终的加价了。正所谓知识的落差，就是财富的落差，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，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，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，如果他们并不富有，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什么参考价值呢？各位朋友都知道房地产可以对抗通膨吗？所以我们都要换个思维，应该是要买房存钱，而不是存钱买房。因为存钱的速度真的是追不上房子涨价的幅度，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状况，那就只能选择参与这场游戏了。不过也确实没有任何标的可以赢过房地产这个选项的，不仅安全，还看得到摸得到，所以希望各位朋友，怎么样都要先搞个1间房子来当猪公存钱，才不会一直后悔当初怎么没有买房。各位朋友，从上面我朋友的案例，跟假设是发生在我身上时的状况，这一来一往，我又省下了30万。虽然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，不就是省下30万而已吗？但是30万也是一笔钱啊，因为不管是投资或是自住，成本可以压得越低越好嘛。这笔钱刚好可以拿来补贴房仲的服务费，而且还有剩哦。更何况我朋友一开始的加价预算只有20万而已，在跟房仲谈判应对的过程中，又硬生生的多出了20万。各位朋友也许会有种是我朋友坚持不住价格的感觉，以结果来看是这样没错，但是各位知道吗？我朋友一开始去房仲店见面谈的时候，也是抱持着只能加价10万，就绝对不能再加上去了。但因为在店里的环境以及气氛下，还有房仲话术，种种的状况，再加上一般自住的买方，可能看房看了很久才找到一间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房子，所以真的会让人有种不得不加的感觉。因为不会想再重复这些过程了。那我就来总结一下下斡旋后的对应方式吧。1. 电话中绝对不做任何的加价。2. 邀约见面谈的前一天，再约房仲看房一次，主要是希望议价时站在买方这边。3. 故意迟到，让房仲先去跟屋主议价。4. 买小点心或饮料请房仲同仁享用。5. 加价时不超过3次，而且要越加越少。6. 最后见面谈时，怎么样都需要加一点。7. 注意代书动向。以上算是重点整理，不过还是提醒各位朋友，必须坚持住心目中价格，才不会被房仲的话术左右。不过这也是一般自住客很难做到的部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
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三晚上9点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、股票投资，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三见咯，拜。